就比如 F-35本身是隐身的，是因为其他人都找不到你。但是如果其他人能找到你，你还敢说自己是隐身吗？自己隐身战机失效，就疯狂否定別人的隱身能力，用双標詭辯之術來掩蓋自己的衰敗。這波操作簡直將輸不起3個字演繹到了淋漓盡致。如果有一天有人指着大熊貓告訴你 No， 這不是熊貓，你會怎麼辦？你可能會說，兄弟，你是不是昨晚風油精吃多了，盡說風涼話？可更離譜的是，這樣的事情最近居然真的發生。最近美國權威航空媒體《航空週刊與航天技術》高調發文，美國空軍少校曾掌管 B-2 隱形轟炸機隱身核心數據，蘭德公司中國航空航天研究所專家德里克·埃克爾貝拋出了一個顛覆全球認知的逆天結論：中國沒有一架真正的隱身戰機，不管是已經列裝的超500架鎮守海空的殲20系列，還是2024年底完成首飛測試被美軍視作夢中天敵的殲36，乃至中國下一代6代機原型殲50，在他眼裡通通不算隱身戰機。聽到這兒，我腦袋嗡的一下，好家伙，按照這個標準，難道隱身戰機只有一個條件嗎？必須出生在美國。這次美國急着跳腳，瘋狂否定中國全系隱身戰機，根本不是技術問題，純粹是自家神話徹底崩盤，急着找補，死鴨子嘴硬翻盤。大家一定要關注最近的重磅實戰新聞。2026年以來，被美國吹了10幾年全球無敵隱身天花板的 F-35隱身戰機神話徹底被中東伊朗撕了個粉碎。短短2個月時間，伊朗防空系統2次精準鎖定，正面打擊美軍 F-35，一次直接擊傷戰機，使其迫降報廢；一次精準逼退，讓美軍5代機狼狽逃竄。這是 F-35服役以來首次在實戰中被落後區域防空力量正面破防重創。最打臉的是，美軍全程不敢正面否認，只是含糊其辭淡化事故，掩蓋敗績。這就引出一個所有人都忽略的核心真相。現在真正沒有靠譜隱身戰機的是美國自己，自家主力 F-35隱身破防，實打拉胯，隱身不敗神話徹底破產，美軍空中霸權的核心底牌徹底失效，眼看着自家隱身技術跌下神壇，而中國殲20、殲36、殲50全系隱身戰機穩步迭代，戰力拉滿，全程零破綻，美軍徹底慌了。既然實戰打不過，技術追不上，硬件拼不過，那就只剩一條道，靠嘴巴抹黑，靠輿論打壓，靠定義耍賴，強行把中國先進戰機嘴碎下馬，自己隱身戰機失效，就瘋狂否定別人的隱身能力，用雙標詭辯之術來掩蓋自己的衰敗。這波操作簡直將輸不起3個字演繹到了淋漓盡致。這就像有人宣布，姚明不算高個子，泰山不算山，長江不算河，孫悟空不算猴。然後一本正經地問大家，還有誰贊成？我當時第一個反應，9個壓路機壞了一個，8個壓路。但後來仔細一想，不對，事情沒這麼簡單。因為這場爭論從來不是隱身技術的問題，而是誰有資格定義什麼叫隱身。兵法有言，上兵伐謀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最高級的戰爭從來不是消滅對手，而是讓對手按照自己的規則去思考。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個比殲20更大的問題。為什麼有些人寧願否認現實，也絕不願承認中國擁有隱身戰機？這背後隱藏着一個普通人根本看不到的認知戰爭。我是白方大招，歡迎來到老路記。古語有言，井蛙不可語於海，夏蟲不可語冰，取士不可語道。縱觀古今，但凡一方勢力從巔峰滑落，被後起之秀追趕超越的時候，最常見的嘴臉從不是正面硬碰，而是嘴硬抬槓，篡改規則，自我麻痹。100年前，西方說我們造不出槍炮，造不出軍艦；50年前，他們說我們搞不出戰機，摸不到航空門檻；20年前，西方斷言中國100年之內不可能突破隱身戰機技術，隱身領域永遠是美國一家獨大的專利。可如今呢？殲20批量列裝，遍地開花；殲35艦載隱身戰機成型，殲36、殲50新一代戰機迭代試飛，中國直接集齊了5代機、準6代機、隱身戰鬥轟炸機全譜體系，甚至南天門計劃都剛剛曝光，什麼7代機、玄女、白帝，眼看絕對壟斷的技術壁壘被徹底打破，美國慌了。既然技術上被反超，那就乾脆篡改定義，重新標準。你有隱身戰機不算，我說不算就不算，這招叫什麼？
掩耳盜鈴之術，捂住自個兒的耳朵就以為全世界都聽不到聲音，否定中國戰機的隱身能力，就以為自己的空中優勢依然固若金湯。很多人看這事只能停留在表面，美國專家雙標，酸葡萄心理，見不得中國強大，這一層有點淺。今天我帶大家深挖3個普通人看不到的核心真相，每一個都能推翻你的固有認知。首先，第一個核心問題，到底什麼是隱身戰機？判定標準到底是誰定？很多軍迷張口就來，隱身戰機就是雷達看不見，隱身外形，吸波塗層。這個答案沒錯，但有點片面，也是美國本次偷換概念的核心漏洞。全球航空權威定義，5代機 4S 標準早已明確，真正的隱身從來不是絕對的消失，而是綜合信號特徵降低敵方探測、鎖定、攻擊的概率。專業核心指標就是 RCS 雷達反射截面積，行業通用標準 RCS 數值低於1平方米即可認定為隱身戰機，數值越少，隱身能力越強。美軍 F-22、F-35公開 RCS 數據在 0.01 平方米級別的，而我們的殲20經過央視軍工官方公開證實，採用一體化隱身融合設計，傾斜雙垂尾，高精度隱身蒙皮，新一代吸波塗層，正向 RCS 數據完全達到5代隱身機頂級標準，跟美軍主力戰機不分伯仲。更關鍵是隱身從來不只是外形隱身，真正高端隱身是體系隱身、電磁隱身、射頻隱身的綜合結果。老祖宗講，外行看熱鬧，內行看門道。普通人看戰機，看外形帥不帥，稜角多不多。真正的航空專家、戰場指揮官看的是實戰效果、探測反饋、戰場生存率。這就引出第2個絕殺級的反轉真相：判定戰機隱不隱身，圖紙說了不算，專家嘴說了也不算，戰場探測結果說了算。如果按照這位美國少將的離譜邏輯，殲20、殲36、殲50都不算隱身戰機，那我們復盤近10年的西太平洋戰場實況，就會出現一個天大的悖論。殲20早已實現常態化戰備巡航，東海、南海、黃海、對馬海峽、西太平洋、日本海，所有美軍、日韓自衛隊的重點監控海域，全都有殲20的身影。大家思考一個問題美國擁有全球最密集的海上宙斯盾雷達、空中預警機、太空偵察衛星，日韓更是部署了層層疊疊防空探測體系，雷達密度全球第一。如果殲20不隱身，為什麼10年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拍到過殲20遠洋巡航的清晰鎖定畫面？為什麼每次殲20抵近巡航，敵方雷達屏幕一片空白，全程無法預警、無法跟蹤、無法鎖定呢？這就是隱身戰機最核心的實戰價值，不是讓肉眼看不見，而是讓敵方的雷達失明、預警失效、防空體系作廢。古語云：事實勝於雄辯，實戰勝於空談。埃克爾貝嘴上說中國戰機不隱身，卻無法解釋為什麼他引以為傲的美軍探測體系次次對殲20視而不見。這不是戰機不隱身，是美軍的反隱身技術根本跟不上中國的隱身技術。接下来我們猜第3個最諷刺、最雙標的痛點：美國判定隱身戰機的標準全程雙重標準，堪稱自己打自己耳光。這位專家的核心論點只有一個：中國戰機設計有缺陷，氣動布局不夠完美，所以沒有真正的隱身能力。那我們就從美國人的邏輯反向吊打美國人。首先，美軍最新6代機 F-47整體氣动布局壓抑設計，機身隱身構型，全方位借鑑殲20設計思路，這也是全球航空圈公認的事實。如果殲20的隱身設計是錯誤的、不合格的，不算隱身，那照搬其外形的美軍 F-47豈不是超級不隱身戰機了嗎？美國人自己先造出了一架不隱身的6代機，還好意思指責別人嗎？其次美國刻意混淆一個核心概念，進行文字遊戲式欺詐，把純空優隱身戰機跟多用途隱身戰機強行割裂，很多觀眾分不清殲20、殲36、殲50的定位。我用通俗大白話給大家講透，徹底擊碎美方的輿論陷阱。殲20是標準的5代空優隱身戰機，主打制空作戰、超視距空戰、遠程截擊。衍生的殲20S 雙座版更是升級為 5.5 代戰機，支持無人僚機協同作戰，是全球頂尖的制空隱身平台。隱身性能經過10年實戰化檢驗，無可爭議。而殲36從誕生之初就不是純空優戰機，而是隱身戰鬥轟炸機，定位對標美軍當年設想的 FB-22戰鬥轟炸機，兼顧高空高速、大作戰半徑、亞音速巡航、超音速突防、
它既能掛載遠程空空導彈完成制空攔截，又能搭載大型對地對海彈藥執行精準打擊，是一款空戰加轟炸雙功能的全能隱身平台。美軍內部早就多次評估，直言歼36是美軍夢寐以求的終極機型，是太平洋遠洋作戰的最優解。但諷刺的来了，美國人一邊偷偷羨慕對標仿制我們的歼36構型，一邊公開貶低它不算隱身戰機。這就好比古人說的口是心非，葉公好龍，嘴上百般嫌棄，心裡無比渴望，嘴上否定一切，身體卻無比誠實。至於歼50是中國新一代6代機原型機，目前仍在試飞迭代階段，代表全球下一代空戰技術的方向，一款尚未定型的試驗機，被美國強行拉出來批判不隱身，純粹是為了湊數抹黑，毫無專業底線可言。說到這兒，很多粉絲會問，美國都是專業頂級專家，為什麼會說出如此不專業、如此荒謬的言論？真的是单纯的嫉妒嗎？當然不是，所有看似離譜的舆論狂歡背後都是精準的戰略認知作戰。我總結了3個核心的底層原因，看懂了你就徹底看透西方的套路。第一，技術霸權崩塌後的心態失衡，唯我獨尊的規則慣性崩塌。過去30年，隱身戰機技術是美國的絕對壟斷領域， F-22、F-35 定義了全球隱身戰機標準，西方掌握着隱身與否的最終解釋權。中国老話，由儉入奢易，由奢入儉難。美國習慣了獨佔巔峰，無人抗衡。如今，中國從一窮二白快速追平，局部超越，5代機規模突破500架，6代機同步迭代，完整隱身戰機體系成型。這種斷崖式的優勢縮水，讓美國軍工業軍方精英無法接受。他們無法在技術上壓制，就只能在輿論上打壓；無法在實力上取勝，就只能在規則上耍賴。第二，戰略忽悠，欺騙盟友，麻痹對手，安撫國內。美國很清楚如今西太平洋空中格局已經徹底改变。以往美軍靠 F-35就能碾壓一切，如今面對数百架歼20加上歼35、歼36、歼50的組合拳，美軍傳統空中優勢已經蕩然無存。如果如實告訴盟友呢？中國隱身戰機技術已經遙遙領先，美軍優勢不在，所有亞太盟友都會心態崩盤，紛紛搖擺脫隊，美國的亞太霸權體系會直接崩塌。所以他們必須編織謊言。中國沒有隱身戰機，中國戰機都是徒有其表，美軍依然天下第一。這不是科普，是政治維穩，霸權續命。第三，戰術層面的自我壯膽，緩解美軍戰場焦慮。現場空戰的核心邏輯早已改變，不再是近距離狗鬥、肉眼鎖定，而是超視距隱身決勝。誰先隱身，誰先發現，誰先開火，誰先撤離，誰就是贏家。我們的殲36可以搭載300到500公里的遠程空空導彈，在敵方探測範圍之外完成鎖定、打擊、撤離，全程隱身突防，打完就走。美軍現在的探測體系根本就無法有效捕捉、攔截。面對這種無解的戰場壓制，美軍心理壓力極大。這種離譜的抹黑言論，本質是弱者的自我安慰，是輸不起的極致嘴硬。最後我正面回答本期視頻的核心問題：到底什麼才是真正的隱身戰機？今天我給所有觀眾一個最客觀、最權威、不雙標的終極定義：真正的隱身戰機從來不是美國專家口中的完美無缺陷、純空優、單一外形達標的刻板產物，而是能夠在現代電磁戰場中有效降低全維度信號特徵，規避敵方探測鎖定，實現先敵發現、先敵打擊、先敵脫離，適配體系化作戰的空中平台。就比如 F-35本身是隱身的，是因為其他人都找不到你。但是如果其他人能找到你，你還敢說自己是隱身嗎？從技術層面第一，看硬件標準，機身一體化隱身設計，吸波隱身材料，紅外信號抑制，電磁射頻管理，殲20、殲36、殲50全部達標，完全符合全球隱身戰機技術的規範。第二，看實戰效果，敵方雷達無法常態化鎖定，無法有效預警，遠洋巡航全程隱身突防，戰場生存能力、突襲能力拉滿，這是隱身戰機的終極核心，我們全部做到。第三，看體系價值，殲20制空，殲35通用，殲36对地对海突擊，殲50引領下一代空戰，全譜系隱身戰機構建起中國空天防禦打擊體系，這是美國都夢寐以求的完整體系。用中國古人的智慧來總結這場鬧劇：是非自有取之，公道自在人心。
其實啊，整件事件的荒謬之處，恰恰揭示了當今國際格局中最真實的一幕。當一個時代的定義者開始試圖否定現實的時候，恰恰說明他已經徹底失去了對現實的解釋權。美國專家所謂的不隱身，不過是在看着我們那一張張領先的圖紙、一架架成熟的列裝、一套套完善的體系時產生的那種無法言說的恐慌。他們怕的從來不是雷達反射截面級的數據，而是我們那股不管你怎麼說，我自巋然不动的戰略定力。正如《道德經》所言，大音希声，大象無形。真正的強大不需要通過对手的認可來證明。當我们的歼20在太平洋的浪尖上寫下中國意志，當歼36成為對手夢寐以求卻求而不得的圖騰，美國的定義權、美國的標準線、美國那套維持了幾十年的霸權邏輯，早就已經在那一刻碎了一地。同志們，別去爭辯什麼，別去在意那些酸溜溜的評價。當雄鷹在9天之上俯瞰大地的時候，它從不需要像地面上的螻蚁來證明自己是否在飛行。我是白方大招，點讚關注，下期再見。